隔夜菜致癌這5個字，不曉得讓你倒掉過多少頓好好的飯菜。昨天晚上那盤還剩一半的滷肉，那半條沒吃完的煎魚，那一小碗炒高麗菜，是不是常常隔天早上一睜開眼，你想都沒想就整盤刮進廚餘桶？你心裡想的是省這一口，萬一得癌症划不來。這個念頭，台灣有太多人天天在轉，尤其是我們這種節儉了一輩子的人，一邊倒還一邊心疼，倒掉的是飯菜，糾結的是那份不安。但你先別急着倒，今天我要跟你講一個可能會顛覆你認知的東西。毒物科的醫師實際拿隔夜菜去做檢測，數據攤開來看，放了一整夜的青菜，亞硝酸鹽的含量連食品安全標準的1/10都不到。你沒聽錯，1/10都不到。也就是說，你怕得半死，天天在倒的那個隔夜致癌，在真正的檢測數據面前，其實根本站不住腳。那你可能要問了，既然隔夜菜這麼安全，為什麼還是一堆人吃了隔夜菜之後肚子絞痛、上吐下瀉、半夜跑急診？問題到底出在哪裡？答案不在隔夜這2個字，真正危險的藏在你把菜放進冰箱之前做錯的那一個動作。而這個動作，台灣有90%的家庭天天都在做，做得理直氣壯，還覺得自己很衛生、很惜福。你可能今天晚上就會再做一次。這支影片我會從檢測數據開始，一步一步帶你看懂亞硝酸鹽到底是不是兇手，細菌在室溫下爆衝的那2個小時發生了什麼事，為什麼趁熱進冰箱反而才是對的，哪幾種菜是真的不建議留過夜，復熱要熱到幾度，保鮮盒又該怎麼挑，而那個90%家庭都在犯的錯，我留到後面一次跟你講到底。看到最後你會發現一件事，你以前不是白操心，你只是怕錯了方向。走，我們開始，先來把亞硝酸鹽這個東西講清楚，它到底是什麼。很多人一聽到這5個字，腦袋自動就連到致癌物3個字，但你要先搞懂一件事，亞硝酸鹽本身並不是直接的致癌物，它要在特定的條件底下，跟蛋白質分解出來的胺類結合，變成另外一種叫亞硝胺的東西。那個亞硝胺才是醫界比較擔心被拿來跟胃癌、食道癌連在一起討論的角色。這中間隔了好幾道關卡，不是你吃下亞硝酸鹽，它就立刻在你身體裡變成癌症，沒有那麼直接。那隔夜菜裡的亞硝酸鹽又是從哪裡冒出來的？主要來自蔬菜。青菜在種植的過程中，會從土壤跟肥料裡面吸收硝酸鹽。這個硝酸鹽本身其實沒什麼大問題，我們每天吃的青菜裡都有。但是青菜採收下來，煮熟以後，如果放着上面的細菌，會慢慢的把硝酸鹽還原成亞硝酸鹽。這就是隔夜菜亞硝酸鹽會上升。這個說法的來源聽起來好像有憑有據，可是關鍵在哪？關鍵在上升多少。醫界跟食品安全單位實際做過檢測，一盤炒青菜煮好之後馬上放進冰箱冷藏，隔天再拿出來測，亞硝酸鹽的含量確實有上升，這是事實。但上升的幅度非常小，小到換算下來，離會對一個成年人造成危害的劑量還差了幾十倍，甚至上百倍。你要吃到出問題，可能得一口氣把好幾公斤的隔夜青菜當飯吞下去，正常人根本吃不到那個量。我換個你聽得懂的方式講，你去菜市場買一把空心菜，買一把地瓜葉，這些葉菜本身的硝酸鹽含量其實比你在冰箱一碗的隔夜菜還要高。你吃新鮮現炒的青菜，攝取到的硝酸鹽反而更多。這樣講你就懂了吧？如果隔夜菜的那一點點亞硝酸鹽會害死人，那我們每天吃的新鮮蔬菜早就先把大家送走了。事情根本不是這樣運作的。而且你知道嗎？我們身體對亞硝酸鹽本來就有一套處理機制，人的口水裡本身就含有硝酸鹽跟亞硝酸鹽，這是正常的生理現象。適量的亞硝酸鹽在身體裡還參與了一些血管調節的作用，所以你把亞硝酸鹽直接畫上毒藥的等號，這件事從一開始的方向就歪了。真正決定它會不會變壞的是後面那些條件。所以你現在應該心裡有個底了，隔夜菜的亞硝酸鹽不是重點。那重點是什麼？重點是我接下來要講的那個真正讓人跑急診的東西。好，如果亞硝酸鹽不是兇手，
那讓人上吐下瀉的到底是誰？答案2個字：細菌。更精準一點講，是細菌在室溫底下那種瘋狂的增殖速度，這才是隔夜菜真正的地雷，也是90%家庭天天在踩的那顆雷。我先給你一個數字，你把它記在心裡，攝氏7度到60度之間，這個溫度區間，食品安全上有一個名字，叫做危險溫度帶。為什麼叫危險？因為在這個溫度範圍裡，細菌繁殖的速度會快到你無法想象。你桌上那盤菜只要落在這個溫度帶，細菌就開始開派對了。到底多快？醫界跟食安的說法是這樣，在適合的溫度下，很多常見的食物中毒細菌大概每20分鐘就可以分裂增殖一次。你算算看，一隻細菌20分鐘變2隻，40分鐘變4隻，1個小時變8隻，2個小時之後就是好幾百隻，甚至上千隻。這是等比級數在跳的，不是慢慢加，是翻倍再翻倍。所以食安給了一個很清楚的原則，煮好的食物在室溫底下最多不要超過2個小時。如果當天氣溫超過32度，像我們台灣夏天那種悶熱，這個時間要再砍半，變成1個小時。現在你回想一下你家的畫面，晚餐煮好，一大桌菜端上來，吃完了，剩菜還熱熱的，還冒着煙。這時候大部分人怎麼做？哎呦，還這麼燙，直接冰進去會把冰箱搞壞，等它涼一涼再說。於是那盤菜就這樣安安穩穩的在餐桌上，在流理台上放着，一放可能就是1-2個小時，有時候看個電視聊個天，2-3個小時就過去了。你看出問題了嗎？就是這放涼的2個小時，這段時間你的菜正好泡在那個最危險的溫度帶裡，細菌1秒都沒閒着，正在裡面翻倍翻倍再翻倍。等你覺得差不多涼了，把它蓋起來冰進冰箱，其實裡面的細菌數量已經比剛煮好的時候暴增了好幾百倍。冰箱只能讓細菌停下來睡覺，它沒辦法把已經長出來的細菌變不見。你冰的不是一盤乾淨的菜，你冰的是一盤已經被細菌佔領過的菜。隔天你把它拿出來，就算你重新熱過，問題是有些細菌在增殖的過程中會釋放出毒素，這種毒素很多是耐熱的，你一般復熱的溫度根本破壞不了它，你吃下去該中標還是中標。這就是為什麼有人明明有把菜冰起來，隔天也有熱過，結果還是落賽的原因。錯不在冰，也不在熱，錯在最前面那個放涼的環節，那才是真兇。講到這裡，我想跟你分享一個案例。我認識一位陳大哥，今年68歲，退休了，平常一個人住，很省，是那種菜掉在桌上都會撿起來吃的長輩。有一次他中午煮了一鍋咖喱，想說一次煮多一點可以吃2天，這觀念沒錯，但問題出在他那鍋咖喱煮好之後，直接就擺在瓦斯爐上，蓋着鍋蓋，一放了整個下午，想說反正晚上還要吃，冰來冰去麻煩。晚上吃了一碗，剩下的到半夜才想到，才拿去冰，隔天中午再熱來吃。結果那天下午就開始肚子絞痛，狂拉到整個人虛脫，最後是鄰居發現不對勁，送他去急診吊點滴。醫師問他怎麼回事，他還一臉委屈，我有冰啊，我還有重新煮滾過耶。你看他做的每一步，冰加熱其實都沒錯，他唯一做錯的就是那鍋咖喱在室溫下燜了一整個下午，含澱粉含肉的濃稠食物正是細菌最愛的溫床，那個下午就足夠讓細菌把整鍋咖喱變成一鍋地雷。陳大哥後來跟我說，他這輩子都以為冰起來就安全，從來沒想過出事的是冰之前。這個誤會我相信不止他一個人有，你身邊搞不好就有好幾個。那既然放涼是元兇，接下來這個觀念你一定要聽進去，因為它跟你從小到大被教的可能完全相反。到底該不該趁熱進冰箱？我猜你腦袋裡有個根深蒂固的觀念，熱的東西不能馬上冰，一定要放到完全涼了，放到室溫了才能進冰箱，不然會傷冰箱，會讓其他食物壞掉。這個觀念是上一代傳下來的，在那個冰箱還很陽春、很不耐用的年代，或許有它的道理。但以現在的冰箱科學來看，這個觀念該更新了。食品安全的新觀念是這樣：
食物煮好之後，你要盡快讓它通過那個危險溫度帶，越快通過越好。放在室溫慢慢涼，等於是讓食物在危險溫度帶裡泡最久，待好幾個小時，這是最糟的做法。相反地，你如果能讓食物快速降溫，快速冰起來，就是把細菌增殖的時間壓到最短。所以正確的做法不是等涼了再冰，而是想辦法讓它快點涼，快點冰。那有人會擔心，熱的東西丟進去，冰箱撐得住嗎？我跟你講，現代的冰箱壓縮機的能力早就不是340年前那種等級了。你放一盒溫熱的菜進去，它頂多運轉一下下，對現在的冰箱來說根本是小事，不會壞。真正會傷冰箱的是你把一大鍋滾燙的湯整鍋直接塞進去，那個熱量太集中，才會讓冰箱吃力，也會讓旁邊的食物跟着回溫。所以聰明的做法是這樣，你不要等它自然涼，你要主動幫它降溫。第一，分裝，一大鍋菜，一大鍋湯，不要整鍋放，把它分成幾個小盒子，淺一點的容器，攤平攤薄，表面積變大，散熱就快，很快就能降到可以冰的溫度。第二，如果趕時間，你可以把裝菜的容器泡在一盆冷水裡，甚至加點冰塊，隔着水降溫，攪一攪，幾分鐘就涼一大半。第三，只要摸起來不燙手，大概降到微溫，還帶着一點溫度，就可以進冰箱了，不用等到全涼。記住那個大原則，食物煮好之後，最晚2個小時內一定要冰進去，夏天要更快。你把這個順序調過來，就等於直接把放涼那2小時這個最大的破口給補起來了。這一步比你事後怎麼熱、怎麼挑保鮮盒都還重要，因為前面沒做好，後面做再多都是補破網。這也就是我開頭講的那個90%家庭天天在犯的錯，不是隔夜，而是煮好放着慢慢涼。你把這件事改掉，你的隔夜菜安全度直接就上一個檔次。好，前面講的是通則，但你心裡一定還有個疑問，那到底哪些菜可以隔夜，哪些菜真的最好別留？這個我幫你排個序，你聽完就有個清楚的黑名單。排在最不建議、風險最高的第1名是海鮮類，蝦子、螃蟹、貝類、魚肉這些本身蛋白質高、水分多，又特別容易滋生細菌，而且海鮮不新鮮之後產生的那些物質，加熱也不一定能解決。所以海鮮我會建議你盡量當餐吃完，真的吃不完要留，一定要第一時間趁熱分裝冰起來，而且隔天務必徹底加熱。聞到一點怪味就別勉強，直接丟。這一類是我最不放心的。第2名是綠色葉菜，像菠菜、地瓜葉、小白菜、空心菜這些，倒不是說它們隔夜有多毒，前面講過亞硝酸鹽那點量不用太擔心，主要是葉菜煮過之後再復熱，口感會變得又黃又爛又出水，難吃，維生素也流失的差不多了，吃的價值變低，留它其實有點浪費。所以葉菜我的建議是當餐吃完最好，不是為了怕中毒，是為了好吃跟營養。那哪些反而比較耐放，比較適合隔夜？你可能想不到，是滷味類，還有那些比較乾、比較鹹、油脂含量高的料理，像滷肉、滷豆乾、滷蛋這種，因為它含鹽量高，又經過長時間熬煮，本身抑制細菌的能力就比較好。這類東西隔夜相對安全，很多人甚至覺得滷肉隔夜更入味、更好吃，這是有道理的。還有像燉滷的肉類、瓜類、根莖類，這些也都算是比較耐放的。當然，前提永遠是那句老話，要趁熱盡快冰起來。我再幫你整理一個順口的原則，越是水分多、蛋白質高，越不鹹的越不耐放。像海鮮，像清蒸的魚，越是夠鹹、夠乾、油脂高，燉得夠透的越耐放。像滷味，你下次面對一桌剩菜，心裡就有個譜，海鮮先解決，葉菜盡量吃完，滷味類留着沒問題。這樣分，你就不會再一視同仁的全部倒掉，也不會傻傻的留了不該留的。那假設你該冰的都冰對了，隔天要吃，復熱這一關又有什麼眉角？很多人熱剩菜就是丟微波爐叮個1分鐘，或是下鍋隨便翻2下，表面熱了就開吃，這樣其實不夠。復熱最重要的一個數字，你記起來，
中心溫度要達到攝氏70度以上，而且最好維持個1-2分鐘。為什麼強調中心？因為很多人熱菜只熱到表面燙，外圈燙，中間那一塊其實還是溫的，甚至還是涼的。細菌最會躲的地方就是那個沒熱透的中心。你表面熱得冒煙，中間沒到70度，等於白熱。特別是那種一大坨很厚的東西，像一大塊肉、一整盒炒飯、濃湯，中間更難熱透。你要多翻多攪，讓它整體都滾起來，都燙透才行。用微波爐的人特別要注意，微波加熱最容易受熱不均，這邊燙那邊冷。訣竅是熱到一半，把它拿出來翻一翻，攪一攪，再放回去熱，讓熱度平均分布。湯湯水水的東西最好是下鍋重新煮到整鍋咕嚕咕嚕滾，看到冒泡滾起來，那個溫度才夠。還有一個很多人忽略的重點，復熱不要重複來回。什麼意思？就是同一盤菜不要今天熱一次沒吃完放回去，明天再熱再放回去，後天又熱。你每熱一次放涼一次，就等於讓它多經過一次危險溫度帶，細菌就多一次機會。正確的做法是，你要吃多少就從冰箱拿出多少來熱，剩下的繼續冰珠，不要整盤反覆進進出出，熱了又冰，冰了又熱，這樣一份菜最多復熱一次是最保險的。你如果一鍋東西打算吃好幾餐，前面分裝的功夫就更重要，一餐一盒，要吃哪盒熱哪盒，其他的都乖乖待在冰箱裡不動。講到這裡，我知道你心裡一定還憋着幾個問題，我乾脆一次幫你解答。這幾個都是長輩最常來問我的。第一個問題，外面自助餐便當店的菜也是一大早煮好，放到中午，放到晚上，那能吃嗎？這問題問得很好。合格的自助餐店它是有規範的，熟食要麼放在保溫的台面上，讓溫度維持在60度以上，要麼就是冰在冷藏櫃裡低溫保存。重點就是不讓菜落在那個危險溫度帶。真正該小心的是那種菜放在常溫也沒保溫，擺了大半天，看起來乾巴巴的攤子，那種你就要斟酌。你去買便當夾自助餐，可以順手觀察一下，這也是保護自己。第二個問題，超商的御飯糰便當為什麼可以放那麼久還沒事？因為他們全程都在低溫的冷藏櫃裡，從工廠到物流到門市，溫度是被嚴格控管的，而且都有清楚標示保存期限跟賞味時間。你買回家也別在室溫下擺太久，要麼盡快吃，要麼先冰起來，道理跟你家剩菜一模一樣。第三個問題，那早餐店的飯糰蛋餅，或是我早上沒吃完的豆漿，放到中午還能喝嗎？溫熱的豆漿、奶類其實特別容易壞，在室溫下放個2-3小時就有風險了。尤其夏天，真的想留，一樣是趁溫熱盡快冰，別讓它在你機車置物箱裡曬一整個上午。第四個問題，菜有沒有壞？用聞的，用看的，準不準？大原則是聞到酸味、餿味、怪味，看到牽絲、粘液、發霉、變色，這些擺明壞掉的一定要丟。但你要記住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有些細菌污染是不會改變味道跟外觀的，看起來聞起來都正常，你照樣可能中標。所以看起來沒壞不等於安全，前面那些冰存加熱的功夫才是真正的保險，不能全靠鼻子。講到分裝，就不能不講裝菜的容器。保鮮盒這東西家家戶戶都有，但你有沒有選對、用對，差很多。這一段給你幾個實用的挑選原則。第一個原則，看材質跟耐熱標示。市面上的保鮮盒大致分成塑膠、玻璃、不鏽鋼幾種。如果你常常要聯合帶菜直接微波復熱，那我會建議你優先選玻璃，或是標示可微波、耐熱溫度夠高的材質。很多便宜的塑膠盒是拿來冷藏，常溫收納還可以，但它不耐高溫。你一微波，高溫底下有些材質可能會釋出你不想吃下去的東西。所以買的時候翻過來看盒底有沒有清楚標示耐熱溫度，能不能微波，這是最基本的。第二個原則，看你的用途分開買，要冷凍的，要微波的，要裝油裝湯的，其實需求不一樣。裝油多
裝滾湯的你要選耐熱，密封好的要進冷凍庫的，要選耐低溫不會凍到脆裂的。玻璃盒的好處是耐熱，不太會殘留味道跟油垢，也比較不會卡怪味。缺點是重，會摔破。塑膠盒輕，便宜，不怕摔，但要挑對耐熱等級，而且用久了刮傷了，變色變霧了就該換，別捨不得。第三個原則，密封性。一個好的保鮮盒，蓋子要能扣緊，最好有防漏的膠條，這樣冰在冰箱裡才不會串味，湯湯水水也不會漏得，整個冰箱都是。而且密封好，也能減少食物直接接觸空氣，減少被冰箱裡其他東西污染的機會。你想想，一個蓋不緊的盒子，跟生肉跟其他剩菜擠在同一層，交叉污染的風險就上來了。還有一個小提醒，分裝的盒子不要攤大。前面講過，攤平、攤薄、分小盒，散熱才快，才好冰，才好一餐一餐拿。你買一個超大的盒子，把所有菜堆在一起，又厚又深，中間冷不下來，也熱不透，等於前功盡棄。寧可多用幾個淺一點的小盒，也不要一個巨無霸盒。好，前面該講的原理，該避的坑，我們都走過一遍了。最後，我把這些東西串成一個你可以直接照做的流程，就當作是一周備餐的安全示範。你跟着做，隔夜菜這件事就再也不用怕。假設你是周末煮一大批分住吃一整周的人，或者你就是每天煮晚餐，想留一點當隔天便當的人，流程都一樣。第一步，煮好之後別擺着，趁還熱，馬上分裝進小盒子，一餐一盒，攤平。第二步，主動降溫，趕時間就用冷水盆隔水降溫，摸起來不燙手了，就進冰箱，全程盡量控制在1到2個小時內完成，夏天更快。第三步，冰的時候，生的、熟的分開放，熟食、剩菜放上層，生肉、生海鮮放下層，避免生的血水滴到熟的，這是交叉污染的大忌。第四步，冷藏的剩菜，原則上盡量在1到2天內吃完，越快越好，別放到長香菇了還捨不得，真的要放久就進冷凍庫。第五步，要吃的時候拿一盒，熱一盒，中心熱到70度以上，滾透，不要整批反復加熱。第六步，任何一盒只要打開來聞到酸味、怪味，或是看到粘液、牽絲、變色，別猶豫，別試吃，別煮滾看看，直接丟。你省下的那幾十塊絕對不值得你跑一趟急診，掉一整碗的點滴，這個賬怎麼算都是丟掉划算。你把這6步走順了，你會發現隔夜菜根本不是什麼健康殺手，它可以是你精打細算又吃得安心的好幫手。真正該丟掉的不是那盤菜，是煮好放着慢慢涼那個舊習慣。我再幫你把今天的重點濃縮成3個帶得走的觀念。第一，隔夜菜的亞硝酸鹽含量低到不用怕，它不是兇手，別再為了這個把好菜整盤倒掉。第二，真正危險的是煮好之後在室溫放涼的那2個小時，細菌就是在那時候暴增的，所以請你趁熱盡快分裝冰起來，這一步最關鍵。第三，隔天復熱，中心要熱到70度以上，滾透，而且同一份菜最多熱一次，別反復進出冰箱。最後，我想問問螢幕前的你，你家是煮好放涼才冰派，還是趁熱就冰派？你以前是不是也因為怕致癌，倒掉過不少好好的隔夜菜？